为人师者，以教义多数。有很多知识可以通过书本来学习，但行万里路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学呢，是指学生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模式。导则是指老师的点拨、引导和提升。国家的职业教育大有可为，有噱头，有盼头，有奔头。原来后世教育从未止步，今之教育既成矣。盛世之下，国人将愈强。教育，自古以来就是关乎国民生计的大事，决定着国家的基石与未来。战国时期的大思想家、教育家孟子，从小便深受母亲的影响。孟母非常重视对孟子的教育，《孟母三迁》是流传至今的经典教育故事。幼时的孟子非常聪明，很容易被周边事物所影响。你看这个东西多好玩！我跟你说啊，这个可以用石头来射。孟母深知环境对儿子成长的重要性。经过3次迁居，终于找到了一个适合培养孟子学习的地方。真可以处君子矣。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在孟母的影响下，孟子一直非常重视教育。他认为，能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是最快乐的事情。在孟子开坛讲学的过程中，他对教育的方法也有自己的见解。夫子，教育有何良术乎？为人师者，以教义多数。君子之所以教者无，有如始于化之者，有成德者，有达才者，有达问者，有私塾爱者。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当历史的车轮滚过2000多年的时光，现在的中国对于教育事业给出了新的答卷。树为什么会长出树叶？花为什么会开？小鸟为什么会飞？为什么大树会有根儿？为什么猫和人都一样有细胞？鱼会眨眼吗？树叶有妈妈吗？大象会掉牙吗？好奇心是孩子们接触这个世界最好的触角，他们有着善于发现的眼睛，在跟大自然的对话过程中，不断拓展着学习的边界。我们可以说，自然教育是一种没有围墙的教育。当你真正的置身于这个大自然中，你通过五感，这种各种各样的这种感觉方式，都可以去了解周围的这个万物。
随着这个时代的发展，随着小朋友面对的世界越来越丰富多彩，很多小朋友他们并没有发现，在自己生活的周边，在他们生活的城市中，其实呢是有很多的自然界的生命是和小朋友生活在一起的。人们常说，大自然是最好的课堂。林毅和冯月所在的山原猫探索课程正在做的，就是把孩子们带到这个无围墙的天然课堂。随着秋季的来临，老师们开始为新一期的自然课程做着准备。那么我们秋天的时候，是不是可以去做一个跟秋季迁徙有关的一个主题的课程？可以换个目的地，因为现在主要都是还是城市公园嘛，可以往再广一点的地方去看。郊区去看一眼。对。百望山是不错，因为本身那个我就在那儿监测那个猛禽嘛，虽然难度有点大，但是这个是阶梯性的升级版的观鸟了，就适合稍微有一点基础的小朋友去，对，最好是参加过咱们这个。所以招募的时候，像自然教育、像自然观察这种，小时候也有，但是呢没有这个体系。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随着大家越来越重视环境和意识的增强。那其实就开始关注这些，所以我觉得自然教育就是重新拉近人与自然的关系，让人回归到自然。前段时间见。这个可以留着到时候上课的时候用。行。特别欢迎大小朋友来参加我们这次一个山原猫的非常有意思的特别策划。今天，这些平时生活在都市里的孩子们，将在林老师的带领下，开始一堂沉浸式观鸟课，去认识一个野性的北京。北京，我们经常说它是一个生物多样性非常丰富的首都，可能是最丰富的首都。因为它的海拔可以从几十米，我们生活的地方，到北京最高峰在哪儿啊？灵山，2303，这个落差2000多米的落差，是一个可以有很多种生活环境的地方。无论是看鸟，无论是看植物，无论是看昆虫，其实北京都是非常有趣的一个城市。那么也希望通过这样的活动，能让更多的这个大小朋友们可以关注城市以及城市周边的动植物，关注真正我们生活的环境。5岁的小伙子看到了构树的果实啊，这块有岩松树，甚至有果子狸啊等等。在进入冬天之前，这些特别汁水非常多的果实，对于他们来讲就非常的重要。很好吃吗？我不建议你吃啊，因为这个是，尤其是这我是从地上捡出来的啊。你看到了秋天的时候，这个鬼针草，它这个种子上有这个尖儿，对不对？这个尖儿干嘛？如果它是一个小动物，它就带着鬼针草的这个种子去别的地方了。这个平台几乎是360度。如果你想去监测猛禽，你的眼前的视野一定要开阔。秋季北半球迁徙的鸟肯定是从北向南飞，所以如果我们想看迎面的鸟，我们大概可以朝着北的方向去等它。这儿有一个啊，笋，红脚笋，红脚笋。缺药的雄鸟。老师在那儿呢。是，我看见了。这种活动很有意思，还能学到一些知识。我感觉这一堂课很好玩，我学到了很多的知识点。我或者说山原猫，我们对未来教育的一个理解一定是多方面的。
有很多知识我们可以通过书本来学习，但行万里路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我希望那个人类要好好守护大自然，也要好好守护我们的地球。我希望每只鸟都很幸福。用不同的教育环境和方法，让孩子们亲身去感受自然中的生物多样性，享受好奇心带来的思维乐趣。这颗关于探索的种子，正在这一张张童真的笑脸中生根发芽。2000多年前，有着丰富教育思想的孟子，他提出身造自得，认为通过自身努力深入学习和钻研获得的知识，见解会更深刻。同时他主张教义多数，老师应根据学生的具体情况来选择教学方法。随着时代的发展，现代中国教育悄然发生着一些新的变化。你好，你好，同学好，你好。3尺讲台一直是学生们仰望的地方，而在山东济南阳光100小学里，语文老师正在带领学生们开始一堂特别的阅读课。当四周很安静的时候，蟋蟀就在这平台上弹琴。好，同学们，其实啊，在《昆虫记》这本书中，法布尔还为我们介绍了很多像蟋蟀这样有着特殊本领的昆虫。读完前6篇以后呀，我们就要以小组为单位，像法布尔一样走进博物馆呀，走进大自然呀，选择其中的1、2种昆虫进行介绍。学导课堂呢，是近年来我校在教学实践中所进行的一项改革和探索。学呢，是指学生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模式，而导则是指老师的点拨、引导和提升。好，针对这几个问题呢，下面我们就展开小组讨论。小区的丛林里观察螳螂，我打算让我爸爸带我去昆虫馆观察螳螂。我可以，对，咱们来蝉吧。行，我家楼顶下经常听见蝉叫，那个树上有好多好多蝉。我想让我妈妈周末带我去一趟爷爷家。我在爷爷家见过很多螳螂。观察哪一种？蝉。把课堂变成由学生作为主角的舞台，老师则在一旁通过审视观察学生们学习探究的过程，从中不断地去发现和诊断问题，从而调整后续的教学引导。这是学导课堂正在积极倡导的让学生们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模式，也是新课程标准在教学实践中的具体落地。关节怎么画呀？首先要观察它的整个躯体的关系。你看这个知了还能叫呢，哇！你看这是它的嘴巴，从这儿。儿子，你看这个蝉啊，前面是有一个小尖刺的，对不对？是不是有一个小尖刺啊？哎，我们怎么把这个尖刺做出来？课程的外延是生活，让学生们走进生活，去学习观察，学会独立思考，让博大而精彩的生活成为课堂背后的老师。好，可以完工。这个就完成了，我来看一下。老师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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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老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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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上课，起立。老师你好。同学们好，请坐。好，同学们，那么之前呢，我们每一个小组都领回去了观察的任务。下面呢，我们就来进行一场昆虫推介会。法布尔基于对自然生活的细致观察，写成了名著《
昆虫记。那这些即将登上讲台的小老师们，又会怎么完成他们心目中的昆虫呢？蝉妈妈把卵生到干树枝里头，等到时机成熟，蝉宝宝就会破壳而出，进入地底下。蝉是一个歌唱爱好者，但它的歌声并不像蟋蟀那样招人喜欢。我们小组研究的是螳螂，这是我的作品。下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嗨，大家好，我就是中华大刀螳螂，看我的螳螂拳，嗨嗨，哈，看到。每一个同学在学导课堂的模式下，都有具体而丰富的任务，他们参与其中，久而久之呢，他们的这种参与的积极性、思维的广度和深度，以及各方面的学习能力，都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教育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今天对于孩子们的良好教育，就是对于未来中国的有力守护。让孩子们永远保持对世界的好奇之心，在充满自由和爱的环境下探索未知的一切，把主动学习的能力变成源自内心的动力，才能真正拥有知识和力量，让国家和民众走向更幸福的未来。从中国制造走向中国制造，社会的高速发展需要更多的大国工匠。这10年，我国职业教育面貌发生了格局性变化。如今，我国共有1.13万所职业院校，3088万名在校生，建成世界规模最大职业教育体系，培养了一大批支撑经济社会发展的技术技能型人才，基本覆盖了国民经济各个领域。和普通高等教育不同的是，高等职业教育学校的教学方式是以实际应用为向导，和企业联合，聚焦行业前沿。老师和学生们组成项目组，根据实际需求来完成知识和技能的积累。在天津现代技术职业学院，这种校企结合的应用式教学方式，就让无人机专业的学生近3年来毕业就业率高达94%以上，使专业化水平走在了行业的最前端。我们学校呢，作为全国第1家开设无人机专业的学校，10几年来有很多企业呢来和我们做校企合作，一起来研究无人机家的模式，也来引领行业企业的发展。10几年间也培养了很多学生，像18年的第23届平超冬奥会上边震惊全世界的这个北京8分钟，就是我们的学生全程参与拍摄的。还有神舟13号返回舱在4月16日返回的时候，我们就有学生全程的参与了返回舱的搜寻工作。无人机作为航空和信息技术高度交叉融合的科技前沿，受到了世界各国的高度关注。随着科技发展，无人机应用范围也在不断拓宽。这一条指令给的是什么呢？它有一个误差范围5到127。我如果说实际测量我的传感器到我的实际距离，最近这段时间，张月新和他的学生们又开始为一个新的项目忙碌了起来。设定要求是5厘米，那么我就要把这个误差值给它改过来，把它的误差值要抵消掉。这次做的项目呢，就是无人机行业里面一次全新的尝试。以前没有专门的企业或者说是机构去开发一款针对于学校教学使用的设备。我们来注意几个地方。第一个就是我们要检查所有的连接部件是否连接可靠。那么我们这次呢，要把很多模块，包括取水呀、测绘呀、航拍呀这些所有模块集成到一架飞机上，它可以更换不同的模块，不单就是增加了学生训练和学习的功能，还减轻了很多学校的在经费上的负担。这次呢，我们要通过我们10几年来的教学中的发展，形成一套全新的教具，来满足不同学校、不同专业、不同年级的学生的使用要求，使大家能够更好地完成专业的学习。最后一步，我们要检查一下飞机的电量，
还有遥控器电量是否满足我们的使用要求。检查完毕之后，我们就可以下楼进行试飞了。来，我们一会儿测试一下啊，这个型号的飞机，它的平稳状态下的飞行，看一下这个飞机它的安全参数到底是多少。现在做一个承重的测量器啊，我们就用矿泉水来作为这个配重物。我们先从1瓶开始测，好吧？解锁，轻推啊，轻推，轻推，走起，起，再推，能起来没问题，离地，稳住，好，稳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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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PID 谁调？你自己调的？可以呀，放成这样飞机都没折。再把水调回来，这样吧。好，没有问题。我们来测2瓶水啊。起，再起。现在对头了啊。哎，收油。现在出现问题了啊！来，我们刚才这个飞机直接摔过来了，对吧？然后呢，我们来分析一下什么原因。一个是它的升力不够。我们来确定一下是升力差了多少。第二个问题，我们来把这个重心位置调回去，然后把坏掉的桨，然后都给它修复好。我们一会儿再做一次测试。起，起，加油，再起，收点油，收点油，稳住了。哎，好，好，好，再稳一下，再起一下，稳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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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没有问题，降落吧。落。OK， 降落成功，不错，测试完成。好，太棒了。我们这次呢开发的这套教具，然后呢很多的工作其实是由我们的学生完成的，我们老师呢只是负责引领和方向。在工作当中呢，不光是有简单的结构设计，还有很多编程啊、电路板的绘制啊。包括一些试飞工作，全部都是由学生完成的。他们利用自己的业余时间去完成这些学习的同时，增加了他们自主学习的能力，也锻炼他们解决问题的能力。曾经张月新老师也是高职学生里的一个，从学生变成老师，他见证了无人机专业的建立和发展。现在看着更多的年轻人加入这个行列，他感到很幸福。经过10几年的高职教育，从学生变成老师，我觉得国家的职业教育大有可为。不光我们可以通过本科教育啊，或者说其他教育来形成人才，我觉得职业教育也可以有人才出现。这样呢，也满足了祖国对这个大国工匠的需求。现在国家对职业教育也很重视。而且职业教育让我觉得就是有噱头、有盼头、有奔头。如今，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越来越多的大国工匠。当前，高等职业教育的专科层次天花板已经被打破，本科职业教育应运而生。为培养大国工匠提供了更为丰沃的土壤。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让孩子们拥抱自然，探索世界，从小培养自主观察能力和创新意识，让更多的学子成为国家需要的知识型、技能型人才。赋能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是中国教育久久为功的使命。原来后世教育从未止步，今之教育既成矣。盛世之下，国人教育强。绿水青山中邂逅，自信的笑容，倒像我也正丰收。
书声朗朗的问候，桃李传承着5000年的悠久。幸福中国，万家灯火，每一个窗口都有温暖感受。幸福中国，美好生活，人间处处都是笑语欢歌。生还好用，5年没抖，山川携手，书写青春不朽。